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张宁和陈道的专武。让我们先来看张宁的。在说专武之前，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张宁的被动技能，因为这会和等下要说的专武技能有关。张宁的三星被动会使张宁在怒攻后，可以为我方全体武将施加8层蓄势，每层蓄势会提供 5% 的怒攻伤害减免和异常状态命中提升。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持有蓄势的武将普攻后，又会将全体武将持有的1层蓄势转化为乘风。乘风和蓄势一样，最多可以叠加8层，并且每层会提供 5% 的普攻最终伤害提升和反弹伤害减免，效果一样会持续到战斗结束。张宁的核心能力就是先给我方全体武将提供蓄势保护，提升我方武将的怒攻伤害减免和异常命中提升，然后再透过蓄势武将的普攻，来一层一层的将蓄势转化为乘风，把蓄势的能力慢慢转换成普攻最终伤害提升和反弹伤害减免。被消耗的蓄势可以透过张宁的怒攻来补充。张宁每次在释放怒攻前，都会先将旧的蓄势清除，然后再重新为我方施加8层蓄势。再配合一火被动的效果，己方武将每消耗1层蓄势，就会恢复自身 5% 最大生命值的生命，就大大的提升了张宁怒攻的回血量。张宁专武的略有小成效果，会在张宁持有8层乘风后开始启动。这时张宁每次消耗蓄势，都会使敌方全体武将获得1层扶摇。扶摇一样是一个可以叠加8层的效果，只是它是叠加在敌方武将身上的。每层扶摇会使目标普攻与怒攻伤害降低 5%， 若为男性武将，则该效果翻倍，效果只会持续1回合，无法被驱散或抵抗。8层扶摇若是加在男性武将身上，就是 80% 的普攻和怒攻伤害降低。虽然它会需要一些时间来启动，但这个减伤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略有小成的第二个效果，会使我方每回合释放的前2次普攻，额外将1层蓄势转化为乘风。这会加速蓄势转化为乘风的过程，让张宁可以更快的启动扶摇效果。有了专武的加速，原来需要8次普攻才能叠满8层的乘风，现在只需要6次普攻就可以叠满了。专武炉火纯青的效果会使张宁的异常状态命中提升 30%。当敌方单次失去至少4层扶摇时，会使其最终增伤降低 40%， 效果会在敌方释放1次怒攻后移除。若目标是男性，则效果翻倍，需要释放2次怒攻，最终增伤降低的效果才会被移除。也就是说，你只要能单回合给对面挂上最少4个扶摇，就算是合格了。要1回合挂4个扶摇并不难做到，只要队里有1个人普攻，全体都会失去1层蓄势。张宁的蓄势被消耗后，就会对敌方全体施加1层扶摇。只要队里还有4个人，1回合要施加4层扶摇就不是太大的问题。有了张宁后，女团的主战圣物又可以改回碧落套装了。4个扶摇就会有 40% 的普攻和怒攻伤害降低效果，然后这些扶摇在下回合消失后，又会被转换成 40% 的最终增伤降低效果。这种带有双重效果的减役是最麻烦的了。现在的女团已经不再是个只能为女性武将添加增益的女团了，她们已经进化，成为了也能针对男性施加加倍减役的女团，不再只是被动的防守，而是变得更有侵略性。炉火纯青的第2个效果就对应了这个主题，它可以使我方女性武将在首次获得8层乘风时，立即释放1次怒攻，让该释放怒攻攻击的就攻击，该释放怒攻回血的就回血，小小的加速了女团的运转。专武神乎其技的效果，敌方没有一个持有4层扶摇以上的武将，张宁轮次普攻时，就会额外进行1次普攻连击，该普攻还会额外恢复我方当前生命值最低的武将 20% 生命和200点怒气。轮次普攻就是每回合1次的正常普攻，不包括额外的普攻。这又是一个可以小小回血和回怒的技能，
但暂时还不能确定张宁的普攻是否可以触发 SP 大乔的普攻效果。张宁专武对女团的加强其实并不多，但因为它本来就是普攻体系的，五星被动能使己方武将失去蓄势后立即普攻一次，怒攻能使女性武将下一次普攻后额外获得怒气和回血，这些能力都和现在女团普攻的体系很契合。专武张宁真正能取代的，只有同样是能力比较单薄的专武步练师。专武步练师现在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要克制 SP 刘备和水猴子的冰封而已。台服张宁专武上线的时间比陆服早了很多，我并不确定现在的张宁是否能上场。我猜最早应该也要等到 SP 诸葛亮上线， SP 刘备变得比较少了后，专武张宁才会适合上场。现阶段的女团还是会需要专武步练师来解冰封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急着抽张宁的专武。世界魔将下个赛季的剑气值会变得更难提升，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等赛季更新后再来抽。接下来我们来看陈道的专武。专武略有小成的效果，会使陈道在己方蜀国武将释放怒攻后，就对其对位前排的武将释放一次，附带 40% 无视防御的追击，此类型的追击每回合最多可释放5次。同时陈道每释放2次追击，就会使我方全体获得1回合的龙盾，每回合最多触发2次。陈道的龙盾效果会比 SP 赵云的更弱一些， SP 赵云的龙盾能锁血 20%， 陈道的只能锁 25%。陈道的输出能力并不强，只是积少成多。他的追击更多是给予辅助效果，比如给目标施加凝霜，降低敌方的护盾获取量；给自身施加果裂，叠满5层后为自身和铜牌武将回怒等等。现在专武又给了陈道一个追击一定次数后能为队友加龙盾锁血保护的效果，加强了他的辅助能力。专武炉火纯青的效果会在任意敌方武将阵亡后，使陈道获得1层果裂，并使自身以及铜牌武将的暴击伤害与破甲伤害提升 15%， 最多叠加4层，效果可持续至战斗结束。这个效果其实很适合用来打魔窟，下一个效果也证实了这个想法。若处于 PVE 中，铜牌武将只能获得一半的暴击伤害与破甲伤害提升，但原来只能叠加4层的上限也会被提升至可以叠加50层之多。现在也只有魔窟能有那么多敌将给你打了，所以陈道在有了专武后，也会成为魔窟的常客。专武神乎其技的效果，陈道追击时，若目标已持有凝霜或冰封，则使目标最终抗爆率下降 10%， 最多叠加4层。若是在 PVE 中，还会额外使自身和铜牌武将造成的伤害结果提升 10%， 一样是最多可叠加4层，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专武进一步加强了陈道追击的效果，这些都是陈道在魔窟出场的本钱。若处于凝霜或冰封的敌方前排武将释放普攻后，会使同列武将获得持续1回合的眩晕，此效果每回合最多触发2次。这个可说是魔窟的保命神技，恭喜陈道终于找到就业机会了，以后就可以在魔窟里做 part time 了。总结，这一期的专武2把都有抽取价值，张宁可以在女团中使用，陈道则可以在魔窟中使用。最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命魂江魂路终于开了，记得一定要去点，不然怎么输的都不知道。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